大家好，運吉台台長啊！上次就介紹呢個鐵路發展策略嘅時候咧，就講北港島線喎。有個咧就係講喺呢個北港島線嘅方案啦，同一啲嘅爭議啦。咁首先就嚟講下呢個北港島線計劃會新增嘅車站啦。咁呢個計劃就起3個新嘅車站嘅，分別就係呢個天馬站啦、會展站同銅鑼灣北站嘅。咁天馬站咧就喺而家政府總部嘅地底啊。當然咧就因為911事件咧，政府就驚用呢個車站嚟有恐怖襲擊，所以就用保安理由咧就話取消車站啦咁樣。因為咧本來車站係同政總係一齊起嘅，咁不過最後咧而家都係決定起啦。咁啊，相信可以疏導翻一小部分金鐘站人流嘅。咁會展站咧就喺會展隔離啊，咁呢句好似有啲廢。OK， 咁就喺呢個舊灣仔碼頭嘅下面啊。咁呢個就係就係通車呢個東鐵嘅延線去轉乘啦。咁相信咧可以疏導大約40灣仔站嘅人流嘅。咁仲有一個站就係銅鑼灣北站啊，就係喺維園隔離啦，告士打道嘅下面。咁呢個站咧就相信可以疏導部分嘅銅鑼灣北區嘅商區嘅嗰啲人流啦。咁2013年啊，咁路政署咧就進行咗第2階段嘅諮詢，咁啊提出咗第2個興建方案，咁就可以嚟睇一睇先。佢之前講過嘅鐵路發展策略2000入邊咧，咁啊運輸署又提出咗喺西港島線啦，同埋北港島線。咁當時嘅北港島線咧就係後尾2013年中諮詢嘅嗰個換線嘅方案。咁呢個方案咧就會將而家嘅港島線一分為2啦，咁分別就由東涌線同將軍澳線去營運嘅。咁呢個東涌線咧就而家香港站咧就延伸出嚟啦，經過呢個新起嘅車站咧就天馬啦、會展同銅鑼灣北，咁就去到炮台山站之後咧就喺港島線嘅北角站，咁就同呢個將軍澳線轉乘嘅。跟住咧就沿住港島線咧就一路去到柴灣站。咁將軍澳線咧就由北角站咧就直接去天后站，就唔經炮台山，就再沿住原本嘅港島線咧就一路去到而家啲地城站嘅。咁呢個方案就可以令到東涌線同將軍澳線嘅沿線居民咧就可以轉少次車啦，咁就可以更加快去目的地啦。而且因為港島線俾人分開一半喎，咁成條港島線嘅客量咧就可以咁樣就俾人分流咗啦，咁就比另一個方案更加有效。但係呢個方案咧就會令到原本港島線嘅乘客咧就需要喺北角站轉車，咁北角站咧就要承受好似金鐘站嗰啲轉乘客量啦。咁而家客站嘅設計咧其實都好難負荷到嘅。咁炮台山站咧更加將要因為換線而去到北角先去轉到車先可以去港島西區啦。咁所以嗰時就好多人反對嘅呢個方案，咁就後尾就提出咗呢一個交匯嘅方案啦。咁2013年啦，咁路政署喺第2階段諮詢入邊咧，就同時咧提出另一個替代方案。咁呢個方案咧，港島線就唔會再任何調動嘅，咁就得將軍澳線同東涌線咧就會延線啦。咁東涌線咧就延一個站去到天馬站，咁將軍澳線咧就由北角咧就經銅鑼灣北咧同埋會展咧就去天馬站轉乘嘅，咁就可以同呢個東涌線喺天馬站會轉乘啦。咁做法就比較簡單啦，咁就唔會好似換線方案咁啦，就會影響到港島線，甚至係成個香港嘅工程者嘅呢個乘車嘅習慣。不過呢個方案咧就冇換線咁直接可以解決到港島線客量嘅分流問題啦。因為呢個方法咧，其實經東涌線嘅乘客咧都需要喺天馬站啦、北角站轉車，先可以去到港島東區嘅。咁將軍澳線嘅乘客咧都需要喺北角站啦，咁轉車先可以去到港島線與銅角站嘅。咁呢個新線咧估計只可以分流啲去到港島線北邊嘅部分乘客嘅啫。咁到頭咧分流到係得嗰極少數前往灣仔會展啦同埋金鐘以北嘅個好啲嘅乘客。咁對港島線本身龐大人流咧，咁個分流效果就真係好唔顯著嘅。但係咧，就算係咁咧，政府最後咧都聽咗市民唔想換線意見啦。咁14年嘅鐵路發展策略咧，就落實咗用呢個交匯方案咧，就起呢個北港島線嘅。咁當然咧，除咗以上最大嘅爭議之外咧，咁喺決定方案啦、詳細內容入邊都有好多唔同細細嘅爭議嘅，就嚟睇一睇先啦。咁其中一個小嘅爭議咧，就係呢個兩線嘅交匯終點站嘅位置。咁而家咧就兩線轉乘嘅車站就係天馬啦。咁東涌線同將軍澳線乘客咧就可以天馬站轉車。但係如果呢個轉乘站咧，即係會展站得唔得咧？咁啊，東涌線轉東鐵線嘅話咧，就可以少轉一程車啦。咁就可以方便東鐵線嘅乘客咧，就轉車去香港站啦。又可以方便東涌線嘅乘客咧，唔使喺香港站行去中環站咁樣咧，就可以轉少次車就可以轉去金鐘啦。但係如果個總站喺會展站咧，又可能會帶出其他問題喎。例如會展站咧，其實會唔會有唔夠足夠空間咧去容納3條路線咧？咁同埋更改路線可能會令到將軍澳線乘客咧係轉多程車去天馬啦、金鐘北區。好啦，其實成呢個係我個人嘅少少諗法，即係咁網上其實唔係好各有討論嘅。不過呢個建議都不無道理啦，因為仲有另一個問題嘅引申到。咁我相信各位都知道㗎啦，中環同香港站咧其實係同一個站嚟嘅。
但係中間距離係有少少遠嘅。咁而家所有經東涌線去香港站乘客咧，都需要經呢個閘內通道咧，就行去中環站啦。咁所以荃灣線啊、荃葵青區嗰啲乘客咧，如果唔係去香港站或者中環站咧，就通常都唔會去荔景站轉車嘅。咁呢個香港站同中環站分開嘅設計咧，係完全喺網上揾唔到嘅原因啦，而家冇人質疑過點解啦。咁總之而家就起到咁樣啦，反正香港站下輪都唔錯啦咁寫。但係呢個設計咧，其實都太遠啦，搞到啲老人家如果轉車都幾辛苦下嘅。咁所以點解唔將東涌線延去會展站咧？咁乘客就可以經會展咧就轉車去金鐘以西嘅車站咧。咁啊呢個問題比較難解決，就等各位去諗下啦。咁啊順帶一提啊，咁啊呢個交匯方案咧，又提出咧可以喺銅鑼灣北站咧就去做交匯嘅位置嘅。咁啊，其實東涌線平時嘅班次都疏啲啦，咁但係都得4至8分鐘一班嘅啫。咁主要原因咧就其實唔係客量問題啊，其實因為東涌線啦同機鐵列車咧喺青馬大橋係共用路軌嘅，咁導致佢嘅班次咧成日因為機鐵列車就要駛過啦，咁就要有調整。咁包括青衣就特別班次咧，咁其實列車嘅班次可以到2.25分鐘嘅，亦都比呢個港島線最密嘅1.9分鐘長啦咁。咁另外東涌線呢有列車不足嘅問題啦，咁而家東涌線咧係得16格嘅車嘅啫，咁有啲列車已經唔夠用啦，咁你加長嗰個站咧可能都有啲困難啦，跟住個班次都會受好多問題影響啦，咁就唔提啦。咁另外就有關呢個列車限制問題啊，就比較嚴重。咁而家東涌線列車咧其實係冇辦法喺港島線隧道邊行嘅，咁所以港島線北角啦去到柴灣咧，其實係需要改造呢段路軌咧，隧道壁咧先可以營運到呢個東涌線列車咧。再加上月台幕門咧，其實佢個位置都唔同啦，信號系統亦都唔同啦。咁用呢個換線嘅話咧，嗰個工程咧，簡直係將成個港島線咧砍掉重練㗎啦。咁所以呢個技術困難咧，係可能要做到半條港島線咧係要停運啦。咁啊，所以政府咧就放棄咗呢個換線方案啦。好啦，講完呢個整體嘅爭議，就講下啲細部啲嘅爭議咧。咁就講下有關各個車站設計啦。又識即係呢個天馬站啊，咁上面所提出㗎，呢個站附近客源咧其實都冇乜嘅啫，咁啊根本冇乜太大必要要起呢個站啊。但係咧，其實我就唔係好贊成呢個觀點嘅，因為規劃咧就永遠都係交通先行啦。咁啊，將來有機會再講。咁啊，而家專注翻喺呢個天馬站設計問題啦。咁呢個站咧計劃就用上下嘅倒式月台嚟營運啦。咁列車就自己月台掉頭啊，咁所以兩邊月台都可以上落客。但係咧，車站就做唔到呢個跨月台轉乘啊，即係乘客都要上落一層咧先可以轉車啦。咁就可能會令到乘客嘅轉乘時間咧就會增加啦，亦都會令到車站嘅人流負荷變高。所以咧，我就比較建議啊，就放棄兩邊上月台就可以上落客，咁就改咗呢個跨月台形式轉乘啦。咁設計上咧就可以參考翻調景嶺嘅上下月台設計啦，或者呢個舊去紅磡站並排式月台設計嘅。亦都可以考慮加入導線咧，連接呢個兩線嘅路軌啦。咁等列車有需要時可以直通列車啦。咁樣咁因為呢個東涌線列車問題啊，咁啊可能東涌線列車可能去到銅鑼灣北站咧，就方便呢個兩線互相支援咁樣。咁啊，另外就係會展站呢個轉乘站啦。咁不過而家設計咧就改做跨月台轉乘啊，所以就唔講啦。咁啊，最後咧就比較細嘅車站命名啊。咁啊，詳細一暫定可能會喺第13集講。我都唔知啊。咁就係總之就係點解要將個站名個銅鑼灣北站用翻維園站咧？咁啊可以分翻兩個站啊嘛。除非有收費通道連接呢個銅鑼灣站啫，因為咧我覺得分開翻用翻維園站最好啲。咁所以第一題啊，就係分區其實喺銅鑼灣區，所以就冇乜用其他區名可能性啦。咁呢集又睇咗呢個北港島線嘅方案啦，設計咧就唔同嘅爭議點。咁呢條線咧14年咧就聲稱計劃咧就2021年就會動工，2026年就會通車。所以咧我又要喺度預言啦，北港島線最後係會2023年先動工到，2030年就先至通車到嘅。而家麻煩就各位睇下我嘅預言會成真啦。咁最後就想問下各位，想北港島線用咩方式去興建呢？ A 係換線方案啊，將港島線一分為二，有效率啲。B 就係交匯方案啊，咁啊將個交匯點塞入天馬站。C 都係交匯方案，不過呢個交匯點就係其他站啦，可以留翻天馬站呢個站仲留唔留去向好。咁 D 就係唔好起啊，嘥錢啊。E 就係其他留言分享下啦。咁如果有興趣睇下其他喺2000年嗰時候規劃嘅鐵路線呢，可以睇下我拍嘅呢個鐵路發展策略2000年嘅回顧啦。咁中意可以撳個讚啦，分享同訂閱。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